哦，哇！我听到声音变呢，5000转。哦，哦，哇！我听到声音变呢，5000转。的油门踩踏，你看啊 ，overdrive 要来了。又是 Honda 了啊 ，Proton 的 logo，Honda 的引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啦。欢迎回到来我的 POV 试驾系列啦。在我这个频道里面呢，有很多网友一直跟我说，哎，爱的人，你什么时候可以试驾第8代的 Honda Accord？ 以前呢，我有试驾过一个2.0，那是我的表哥的，然后2.4呢就没有这个机会。到现在，今天我们来试驾同一款引擎，但是外貌有点不一样的 Proton Perdana 2.4啊。那我们今天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车主凯杰，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啊，刚刚新买的车啊，今年4月买的，就破解了去做 remap 了是吧？这辆车的引擎呢，它是来自于 Honda 的K24Z2 的一个引擎啊，然后它的潜能也是蛮高的。给我的朋友 WS Remapping 做 remap 啦，上了多少匹啊？168，150不到，上到168，总共上了18匹哦。这辆车还没有换过 intake， 也还没有换过 exhaust 哦，可见这个引擎的潜能也是蛮高一下的啊，还没有完全发挥到完。如果是改到完，可以去到多少匹啊？200没有问题吧？哇，那 K24的这一个魅力啊，而且是 Z4 嘞，上一款那个第7代的 Accord 啊，它是 K24A 的，好像更有力。我们去看一下这款的 Proton Perdana， 我相信大家都看了蛮久一下的款式。2014年的 Proton Perdana， 它的车头跟车尾长得很像 Honda Accord 是对了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，它的车头灯都是共用的，除了这个沙龙，还有它的这个 bumper。如果你真的是要把它 convert 去 Honda Accord 的话，是可以的。但是它沙龙跟它的 bumper 都要去更换哦。这一款的 Proton Perdana， 它为了显示比较豪华一点的话，它做了很多镀铬式的点缀。副灯这边呢，也是有很多镀铬式条纹的作为点缀的。那我个人会比较喜欢 Proton Perdana 的这个轮圈，我觉得看起来比较的帅气一点啦。车尾的话，如果你仔细看到 Proton Perdana 它这里就少了一节灯了啊。如果是 Honda Accord 的话，它这里是整条到这一边，你要去改也是没有问题啊。但是车主凯杰就从它的车尾灯先下手哦，车头灯还是可以换的。Shopee 也是有一大堆不同款式，各式各类的。如果再买它2016那款啊，对，它的款式很好看，可是肯定要用回原厂的，那个要service原厂啊，对，那个车身长度有5米多以上，所以它是08年这样的科技了，所以它是没有无钥匙进入，也没有无钥匙启动，跟 Honda 基本上是一样的哈，所有的按钮到了一个年龄都全部都掉漆了的。转过来就是 Proton 的 logo， 钥匙是要这样子按出来的，通过这里解锁跟锁，还有打开车尾箱，所以后面是没有电池阀的哈，你的车尾箱必须在车内开。还有就是用钥匙来开，后部空间可能会比较小，因为它大部分的空间都被这个后悬挂给占用了啊，所以这辆车的后悬挂是为一个多连杆，前面是一个双 AB， 这里有一个小拉杆可以拉。可以做6视椅背倾倒，这是当年的 Toyota Camry 做不到的事情。据说如果有6视椅背倾倒，可能它的后座的隔音没有这么好，所以它这个原厂是一个板来的哦，而且它的板好像有点薄哦。前后都是用着2550R17寸哦，车主也特地为这辆车换了这个新的轮胎 Continental MC7， 后有单活塞刹车卡钳，前面也是有一个单活塞，原装的高度哦大概是2根手指，后有大概3根手指。这辆车避震器也升级了，来自一套天的 Endura Pro Plus， 它有16段可以调节，硬到软，可以调硬软，对，高低不能啊。
高低不能，硬软罢了。这辆车轴距2775mm的，如果你买到2016年以上的话，它是2800mm，它的椅子的材质全部都跟 Honda Accord 一模一样的。到了一个年房啊，它肯定会有一点小小的皱纹这样子，这里后面有一点比较绅士的木纹的作为设计点缀，然后它是塑料来的啦哈。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啊。同个年代，我觉得 Honda Accord 有一个优势，就是它的内部空间其实蛮大的，大概2个拳头哦。我的头部空间大概1个拳头左右。觉得以前的车的座椅是蛮好坐的哦。如果是换回现在新款的呢，就座椅有点稍微偏硬一点，可能要迎合欧洲市场，我不知道。可是我比较喜欢这种老车，座椅都比较好坐。这边有一个中央扶手啊，然后是杯夹，皮革就通病啦。啊，这里还有一个烟灰缸，还可以拆出来啊。以前的 D7 房车后面有烟灰缸的哦，可能以前日本人抽烟比较多，不知道。现在的新车好像没有看到了。打开内饰，驾驶员的座位有6项的电动座椅啦，还可以调节它的腰部支撑。左驾驶也是有电动调节。当年的 Honda、Civic 也好 ，Accord 的好，如果是要打开油盖是 Push， 打开尾箱是 Pull， 窗户按键啊都很熟悉哈，锁门啊、门锁啊。但是以前的 Honda 的用的材质不像现在的 Honda 用的，感觉到比较耐用一点哈。以前的就手把这边会掉漆啦，这边旁边的 door trim 会掉漆啦哈。这辆车是必须要插钥匙的，就插一下。你看到吗？我最喜欢当年的这个 Honda 的声音，看到吗？好像在闹钟叫醒我们那种声音。我们在打造这一颗来自于 K24 Z2 的引擎。哇，这辆车的锚定还没有。然后想当年的 Toyota Camry， 我记得是没有自动头灯的哈，但是 Accord 或者是 Proton Perdana 它就有自动头灯了。你刷就没有自动了哈，但是你可以调节它的速度，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还有前后的。这辆车还有换挡拨片哈，车主还为它升级了一套加长版的换挡拨片。这辆车还有定速巡航，换了一套舱机哈。这套舱机是有 Apple CarPlay 是吗？应该是有吧，但是我没有去弄吧。哦，你没有用了哈，是 Honda 的，为什么突然Toyota跑出来了？这是 XV70来的，改了音响是吧？嗯，对。然后我很喜欢，但是要接这里播放器。哦，接蓝牙。可是要接蓝牙可是这个你的原装有这个 screen 的？原本是在上面搬下来下面。我记得当年的 Honda Accord 它也是有一代它升级舱机给你，原厂升级的，然后再把这一个放到来这边。以前给你看你是用什么音响啦，可以放6个 CD 哦，跟以前的 Honda Civic FD 一样，你可以放6个 CD 进去，然后你可以更换你要听哪一个 CD 这样子。以前是蛮高级的一个配置啦，这里就是调冷气的出风啊，但是你要看资讯都是在下面了啦。我们来调音量或者是 select 东西，现在是没有的用了啦哈。这一套变速箱是来自一个 Honda 的5速的变速箱，自排 AT， 然后还有 Sport， 然后 Sport 了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一边 Sport 嘛，可是如果我用换挡拨片的话，它会显示我在什么号的档位。会。2个置备架，还有一个传统手刹，这是我很喜欢的，所以这个上下的声音呢都很熟悉啊。OK， 还有一个手扶箱，我可以调前后嘞，一响啦，一到一个年龄Civic 也是这样的 ，FB 也是这样的，正常它虽然不是电子仪表啦，但是它会显示你打开的所有的门。循迹系统 VSA， 这是内饰的 sensor off， 还有 parking sensors。这边还有的放眼镜收纳盒，还有2个 sensor， 这个就是所谓的 interior sensor 了啦。我们打开 hazard light， 有油压顶杆，哇，好干净哦！这颗引擎是来自一个 Honda 的2.4公升的自然吸气的4缸引擎，代号为 K24 Z2， 原厂的数据为173匹，还有225个牛顿米的扭力，这是直上可是真正拿出来马力级的时候呢，大概是150匹左右啦。经过我的朋友 WS remap 之后这辆车的马力提升到168匹左右，扭力呢从190牛顿米左右上升到210个牛顿米左右。再配搭这个5速的自动变速箱，前面有一个 front strut bar 原装的然后后面你是加了一个anti-roll bar， 电压稳定器，其他的都是原装的完了。这辆车也升级了一套这个360那我们去试驾这个 K24 Z2， 好的，起步很轻松了有一点像Toyota的那种调教了Sam， 你对这辆车搞了什么？做了它的Eco Mode 都没有这辆车没有，就是一个 Mode 不了除了这个压箱可以放到 Sport， 就其他之外都是
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这个电子啦，你要 Sport Mode 的有 Normal Mode、Eco 都有。印象它是用这 Hydraulic 的方向盘来的哦，是吗？对，所以它是 maintenance 很低的一个，可是就要注意一下这个power steering 有没有漏油这样子。可是换来的驾驶体验就更加的直接咯。可是它虽然是说直接对直接，但是你比起当年同一个年代的 CVFD 呢，就 Honda Accord 会比较偏向于舒适哈，所以它的方向盘，你说敏感的话，FD 会更加的敏感，因为它偏向于舒适哈，这个，所以呀还是很有那个当年味道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比较喜欢开旧一点的车哈，所以那种给你的更加直接的那种感觉啊，好比新车的话，新车还是好像隔着一片膜这样。因为很多电子的东西哈，它为了什么要跟车的系统啦，为了要 Lane Keep Assist 啦，然后它的电子就好像有点像在玩游戏这样，不是说不好驾，真的是很舒服驾的。然后你上高速又有星星的，很紧凑的啊，电子的，可是就少了一种感觉，就是人与车之间的交流。所以反而比起这一款，我们叫老款好不好？虽然不好听，但是我们就容易明白哈，老款的车。人与车之间的交流更加的好，哇，它的油门真的是特敏感哦！你看我差一点点，哇哇哇！低扭吧，低扭。哦，如果没有错的话，这辆车啊，原厂在2500转已经来完200个牛顿米的扭力左右了，所以原厂的调教已经是提早把扭力出来了的，所以在城市驾驶的话都比较轻松。但是无可否认一点，就是相比当年同年代的 Toyota Camry 呢，Accord 怎么样都会比较自由一点。啊，所以你是打97还是95这样子？95啦，你打满一桶油需要多少钱？如果打满70 L 140咯，这个油耗应该是1 L 8km 这样左右。哦，都后什么都别想，这辆车没有跟车系统，没有自动刹车，没有。我们来一个最原始的哈，反而我会更喜欢。但是有 ABS 啊跟traction control 已经够了。相比日系的这个 D segment 房车来说，它的方向盘的这个就没有 Camry 大力啊，当年的 Camry 真的很大力，我就不太喜欢了。OK， 如果我很敏感的，你的油门要有一点时间去适应一下。对，因为我之前有要求啊，起步有点没有力了吧？对。可是它会把那个转速拖着高转一下哦。就可能要2500转它才升档哦，它不会好像2000转就跟你升档。对，它1换2档的时候有一点顿挫啦。啊，对，1跟换2的时候，对，正常。当年的 5 Speed Auto 的 Honda 都是这样。哇，你看它很高转一下嘞，它换在于多大的话，早就2000转跟你升了。啊，终于换上了5号，耶！所以你看啊。走这100 km/h 大概2000转，哎呀 ，sorry， 按到了，怎么按到7？看100 km/h 2000转，我再把它再踩多一点点，我们就要120 km/h 2200，所以很 standard。跑高速的话，它的车比较省油啦，我可以讲，以当年来说，城市市区驾驶的话，它是一个吃亏啦。我想当年我。还小啊，我在 YouTube 一直都在看它的加速哦，很快一下，就是2.4来说，比 Toyota Camry 快。然后它这一款哦，当年的 Honda Accord 其实有偷偷在马来西亚卖的3.5公升的 V6 的，它叫 VCM 嘛，也就是说它有6缸引擎，可是你在低速驾或者是慢慢驾的时候呢，它会把其他3个缸呢把它关掉，剩下3个缸在走，啊，就是所谓的3缸啊。然后你需要动力的话，再开弯那个6缸啊，所以它是一个蛮高科技的一个，可是不好卖，3.5的入税在马来西亚太贵了，所以导致如果你要在马来西亚现在可以买得到二手的，可能1多2万块就买到了，3.5嘞，那个利水。它是泰国平行进口。我们现在试一下，我放它去 Sport 啊，你看到吗？它的 Sport。一直把它维持在4500转，现在应该是3号档。哦，轻轻踩。哦，降档。
样等。当年的 5AT 呢，就降档的时候，它给的补油就没有这样多，可是至少它的反应是不错一下的。虽然你比起这个年代，可能就是反应稍微慢了一点，可是你比起当年同等级的话，它稍微速度是蛮快的。就是我一按就降，然后就哇，它的 VTEC 是不是5000转会来？啊，差不多，这个时候。那沥水不错一下。所以表示什么？你买这款车你一定要 remap。好，对。5000转会声音不一样去哦，听说。啊，对，应该是4800、5000这样啊，差不多。哇，它的转速很肯拉哦。可以到7100吧。那时候我开到哇，7100啊，差不多，7000、7100。所以我用 manual mode 了。OK， 3、2、1 go。哇，我听到声音变呢，5000转。Power Honda， 我好像这集完全没有再提到 Proton 的感觉哦，是不是？哦，你看它其实油门都反应挺好哎，虽然说电子的油门踩踏，你看啊 ，Overdrive 要来了。爽，这个highway爽哎，嘿嘿。OK， 试一下双 AB 过完了。150过完了 bro， 哼，爽，这车肯定爽。你有想要买低箱门房车，在这个年代的车来说，2万多其实也可以买到一辆车，就是14年的、15年的那个叫什么 Kia 的 Optima K5，它也是可以买到。之前是考虑 Mazda 6啊，对，但是那个价格比较高一点。然后。可是 Kia Optima K5 它的感觉就不是这样的，它是比较偏舒适啦，动力也没有像这样稳啊。虽然那个6 speed 啦，然后我可以说 Kia 的车比较没有性格这样啊，跟你讲它舒适又不是太舒适，你讲它很运动又不是，它中庸吧，就是中庸中规中矩咯，完完全全相比 Honda Accord 完完全全就是比较偏运动化的就对了，热血啊。所以我现在在 D mode 也是可以用 Manual mode， 可以，当然还会自己推很近呢，它是临时给你超车用的。临时哦，你看它又加了，升档了。120过弯。舒服，而且又快，类似像切豆腐那种感觉了。哇，老伟新款的 GLC 43，怎么感觉像电车这样的感觉嘞？哇，你看 SUV 过完了，稳这样的哦。GLC 43就43。哦，后面东西一直滚来滚去哦，皮太滑了，这辆车。对。有拿来上云顶吗？这辆车？上过半山吧。半山了，没有上过全山。没有上过。
上全山是一个优势啦，毕竟还是一个2.4，所以半山过后，力水还是明显有差异的。如果跟2.0来比的话。Alright， 我们来到这里呢，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集要干什么呢？不用多说，我们记得还没关注订阅的话，记得赶快订阅哦。我们就来一个 K24 Z4， Z4 不啦，那个是 FN2R 的Z2 啊，上山。哇，想象一下把 FN2R 的 engine 放下去会是什么感觉？一路爆 deck 可是 auto 啦，我觉得也是可以改嘞。我们改一个 Odyssey 的，然后换一支 cam 下去。你就可以听到开 VTEC 的声音很大声了，但是 auto 啦，好像之前我加那辆 CVFD 一样，以前是 auto 的时候那种感觉，哇爆 deck 啊 ！OK， 好了，各位，这个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集的 POV 冲上云霄再见 ，Goodbye。